Hello，大家好，我是哈利。上次的轻工业风桌单呢，我还是挺喜欢的。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这次桌单呢，还是继续沿用了之前的风格，但会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做一些升级调整。本期的视频因为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之前视频有提到过的产品呢，就简单带过或者直接跳过不赘述了。如果你有感兴趣的产品没有被提到不妨先去翻看我之前的视频，或者直接给我留言，我看到了呢，就会一一回复的。首先来说一下整套桌单的核心也就是这两台电脑了。工作电脑呢是最近刚升级的14寸 MacBook Pro， 配置呢基本是按照标准版 Mac Studio 配的。虽然直接买 Mac Studio 呢会便宜不少，但考虑到有时候还会需要带电脑出门，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了14寸的 MacBook Pro。 保护壳选用的是 UAG 的 Lucent 防摔壳，这款全透明的保护壳呢能够在美观的同时起到最大化的保护作用，应该可以避免之前电脑包滑落磕上电脑的惨剧再次发生吧。另一边的这一台呢是之前出镜过的红旗掠夺者 Orion 3000。这台电脑呢我已经使用了1年多了，这段时间体验下来呢，除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小问题之外整体来说运行流畅、安静稳定。虽然显卡只是 RTX 2060，但玩老头环之类的 3A 大作在高特效 2K 分辨率下呢，也几乎没有卡顿丢帧。即便一边游戏一边直播都丝毫不影响游戏流畅度，整体性能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之前用的显示器呢也是明基的，使用体验一直很好，所以呢这次准备桌面升级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品牌呢还是明基。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平面设计师嘛，本身显示器的分辨率、色域、色准这些要求呢就比较高。现在呢也在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所以平时呢还会经常需要剪辑视频。这次咨询了很多专门做影视后期的朋友，最后呢选择了明基 PD2700U 专业后期显示器。明基 PD2700U 正面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小下巴了，它可以根据环境光线自动调节亮度。我平时呢也会切换为低蓝光模式，光线比较暗的时候也不会太刺眼，而且不会损失色彩细节，毕竟明基在护眼这一块一直做得很好。工作时呢，如果需要画线稿了呢，我会打开 CAD/CAM 模式，方便看清细小的线条。上色时呢，就打开双色彩模式，将其中一边切换为 sRGB 模式，以便查看和对比上色后的效果。这些专业功能呢，还蛮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色准这块呢，官方给出的数据是 sRGB 模式下 Delta E 小于等于2，这其实非常的保守。经过校色仪的实测，我这台 PD2700U 出厂的平均色准呢为 0.83， 最大彩色 Delta E 为 2.54， 已经达到了非常理想的状态。除此之外PD2700U 的蓝蜘蛛实测呢，出厂色域就达到了100% sRGB 颜色覆盖，这样的色域足以满足各类专业需求。另外得益于 4K 的分辨率，平时做图时呢，图案中的细节不需要放大依然可以清晰分辨，并且能够同屏显示更多的视觉元素，因此画图时也不再需要频繁缩放画面，提升了便利性。整体而言 PD2700U 的显示效果细腻，颜色鲜艳逼真，却不会过饱和，看起来非常舒适自然。自从之前体验过了升降桌之后呢，我发现升降桌真的是太好用了。倒不是说我有多经常站着用电脑，而是升降桌可以在拍摄视频时快速升降，提升拍摄效率。之前在国内使用过的驱动乐 P25 呢，各方面我都非常满意，可惜驱动乐并没有在海外发售，因此我最终选择了北美小众升降桌品牌 Progressive Desk 的双电机桌架，搭配宜家伊朵森桌板的 DIY 方案。桌架升降快速安静，支持4组高度记忆，并且也自带了阻挡感应和翻覆检测，有着不错的安全性。不过抛开机能来说这款升降桌还是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的。首先就是这款桌架的整体做工一般，我买的这套的腿上呢就有一个小凹陷。另外这款桌架的控制器和电线没有专门的收纳空间，只能使用这种自粘扎带固定整体便利性和美观性不如驱动乐的桌架。桌板呢我选择的是伊朵森1.6x80厘米的尺寸，这款桌板呢采用了蜂窝纸芯爆花板和纤维板加百拉木贴面材料制作，虽然不是实木材质但手感非常接近实木，并且重量呢又比较轻，价格还比实木板要便宜不少，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折中方案。为了达到平时几乎看不到线缆的状态我这次理线呢使用了宜家的马姆贝克搁板搭配亚马逊购买的理线槽。首先呢将搁板直接用螺丝固定在桌板底面中心的位置之后使用3M 的相框磨力扣将接线板直接垂直固定在马姆贝克搁板上。接线板固定之后就可以将理线槽开口向外，用纳米胶固定在桌板下了。对于线缆较短的插头来说其实一条理线槽就应该足够了，但对于一些较长的线缆，即便折叠起来以后呢，也比较难直接塞入理线槽。于是呢，我在这条理线槽的正后方呢，又增加了一条开口向内的理线槽。
这样就可以将线缆在2个理线槽上绕几圈固定了。对于其他零零散散但不是太长的线则可以使用这种自带胶贴的扎线带整理。而对于 MacBook Pro 这类又大又重的适配器则可以将它固定在搁板上或者桌板底部，之后使用延长线插到接线板上。我的游戏电脑因为没有放在桌上，因此只用了一根缠绕管将所有线缆扎成一根，顺便把接线板的电源呢也直接捆在一起，这样从正面看整体就好像只有一根线了。我最近使用的最多的键盘呢就是这把 Keychron K8 Pro 了。和 K8 相比最直观的区别就是键帽采用了 OSA 高度的 PBT 键帽，整体触感呢要优于原版的 ABS 键帽，并且不容易沾染指纹和打油，非常适合键盘读手。我手里这款键盘的键帽呢非常好看，采用了灰蓝色搭配黑色以及红色，非常的现代。不过背光方案呢则改为了蓝象 RGB， 因为键帽和 QE 一样不透光因此在黑暗环境里呢其实是看不清字母的，美观的作用大于实用。我选择这款搭载的呢还是加大龙茶轴，手感介于红和青之间，触发力度适中，手感不错，整体声音清脆呢却不吵人。不过有点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空格间的声音有点闷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拆下来调整下呢应该就可以解决了。作为首款无线客制化键盘， K8 Pro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通过 VR 自定义按键功能，并且呢可以完全无线使用，可以说是 Keychron 家族里最完美的 tankless 键盘了。我目前最常用的鼠标呢有2只，都是雷蛇的产品，搭配 Mac 的呢是 ProClick Mini。这款鼠标我做过单独视频，有兴趣的呢可以点屏幕上的链接直接跳转。搭配掠夺者的8起大蛇 V2 呢是我刚入手的，选择的原因主要是鼠标比较小巧，手感接近 ProClick Mini， 握持很顺手。另外呢就是鼠标很轻，长时间使用对手腕造成的负担比较小，并且操控更灵活。除此之外呢，鼠标依然使用雷蛇 5G 传感器，性能强悍，达到了18000 dpi 和1000赫兹的回报率。使用一节5号锂电池呢，便可以让鼠标在 2.4G 赫兹模式下运行超过400小时，告别续航担忧。因为这次卓达走的是深色路线，所以音箱用的呢还是漫步者 R1700BT。这款音箱的低音浑厚，高音清澈，并且价格很便宜，还带无线遥控器，性价比超高。除了体积稍大一点以外呢，以这个价位来说几乎没有缺点了。为了让桌面不死气沉沉桌角这里呢我还摆放了一盆小橡皮树作为点缀，深绿色的叶片搭配深色系的桌面简直就是绝配，随便拍张照就是 ins 风大作。橡皮树下呢还有个 Funko Pop 的哈利波特大头手办，不过这个手办不会摇头晃脑，有点没意思。这个小屏幕呢是亚马逊的 Echo Show 5， 这是第2代的产品，相比之前的一代呢提升不大，不过我主要还是拿来当做时钟和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因此也就无所谓了。因为升降桌没有带抽屉，为了方便收纳常用的小物呢，我另外购买了这个 Umbra 的首饰盒当做抽屉。这款首饰盒共有3个储藏区域，最下面的大抽屉呢可以放一些充电宝补光灯之类的东西，上层侧拉之后呢会有2个格子，可以放一些耳机转换头、读卡器之类的小东西。另外这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小金库可以藏一些私房钱、银行卡之类的宝贝。上面这几个小人呢是懒人便利商店的手办，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款 IP。手机充电器呢用的还是之前那块胡桃木支架搭配品胜无线磁吸充电器的组合。虽然我的魅族 18S Pro 本身并不支持 MagSafe， 但我发现它的镜头模块刚好可以卡在手机支架上，并且正好可以对准充电线圈简直就是绝配。充电器旁边呢还有一台 Steam Deck， 虽然玩起来很方便而且性能不俗，但平时主要还是出门时或者在客厅沙发上玩，感觉其实用的时候也不是太多。对于家里已经有游戏 PC 的人来说呢，其实也未必一定需要。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近期搭建的工业风桌面的第2版。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哦。我是哈利，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